你追上来现场拍我发泄情绪的丑态吗？你今天害我还不够啊？我是看你被老板骂了，想过来安慰你一下。这人怎么这么不领情啊？你安抚不好刘总，让我去处理。我做了我该做的，结果莫名其妙被老板骂。你作为上司不该站出来帮我解释一句吗？还安慰？你自己相信你有这么好心吗？那刘总对你青睐有加，我是想着让你体验体验市场部工作的艰辛，别总怪我不让你上手。你看，我天天面对的事情可比今天棘手多了啊！我向谁抱怨过啊？你呀，就平复好心情，去找陆总道个歉，认个错。我姿态放低点，明白了吗？走了。用陈阳老花吗？分不清楚谁好人坏人啊？第一次听你说话这么大声啊！对不起啊，李师傅，我刚刚失态了，我被气坏了。来，把这盆盆景啊送到陆总办公室，有什么误会的话，找他当面说清楚。去吧。谢谢啊。刘总已经走了，您能说我到底做错什么了吗？你是不是觉得让刘总认可你的设计很了不起？我不识好歹的说了你，打击了你的工作积极性。我觉得如果能帮到公司，自然要积极一点。既然拿了你的工资，我当然得对得起这份工钱。你都说了如果是一种假设，你心里最好清楚怎么做才能对得起这份工资。尊重老板您的权威，对您说的话百依百顺，捧着您，捧着您，崇拜您，最好令眼里反的光，都是您帅不可挡的侧颜。凯瑞的人设立的是不错，但我根本不是市场部那块料，能把你看顺眼已经是极限了。你是不是觉得你用这种口气跟老板说话，显得你很特别啊？好的一点没学会，动不动就不满叫屈怼老板。我凭什么对没过试用期的你这么放纵啊？怎么，你还委屈了？我接待刘总让您这么生气，我能想到的唯一就是你怕我被他挖走。你还真是个榆木脑袋啊！对，只有凯瑞最会揣摩您的心思。我说一句话，你回几句。你要是想不明白我为什么在刘总面前这么说你，你回去给我好好悟。哎，我让你走了吗？哎，脾气比我还大。我给你安排的工作还没说完。刚下班，今晚可约。听着你又在为今天不能加班感到委屈了。你知道英雄空有一身武功，却只能搬砖的痛苦吗？理解，我今天白班，马上收工，咱们撸串去。行，那直接老伙计见呗。还好不是傻不愣登的去赴刘总的约，没心没肺的家伙。华董，华董，经过我这段时间的观察，我发现陆晨阳对不染的态度很复杂。怎么讲？他表现出毫不在意不染的样子，但在公司，无论我做什么诬陷不染的事儿，他都不肯赶他走。
还有，他居然要了不染金上给他的坏杯子，都不肯让我送他一个新杯子。交代你的事，有结果了吗？我进品上这么久，陆思琪一次都没有出现过。继续找。好。我搬了一些你的东西过来，你就不怕对门撞见，产生不必要的联想？他今天应该是不想见到我了，所以没那么快回来。看来老板对不染已经是很了解了。令人发指的细节控，也不知道以后谁能胜任嫂子的角色。你在我的熏陶之下，一准很好嫁出去。我嫁人还是等2年好了，起码等易华没有威胁，陆思琪不再是你的软肋。放心吧，我会尽快解决的。饿不饿？给你煮碗面。好。合照我给你放衣帽间吧，够隐蔽，你又随时能看见。好。面好了，来吧。好。闻着好香啊！老板煮的面味道永远那么的棒。捧场王，以前你不好好吃饭的时候，我给你煮面，你就会说这么好吃的面只能煮给妹妹和爸爸吃。有这么小气的妹妹？爸爸在的时候，我们2个男人简单做点吃的，看着你吃得津津有味，还夸我们厨艺超群。知道你是捧场，但别提那个时候我们2个有多满足了。头又疼了？没事儿，一会儿就好了。你慢点吃，有那么好吃吗？我吃别的。这天也把我放到客户面前的，那我要丢摆臭脸吗？只都说我，他这种人，我扒他脸，我要跟他结亲呢。去给我退，不然不如把我虎口里退。我问你啊，当你听你爸说你有可能会跟陆层阳结亲的时候，你内心有没有一点点的波动？你疯了吧！我现在打工已经天天受罪了，我现在最不想回的就是福月阁，看着他就是阴影。好啊，那你就搬走啊，我房子多，搬过来我这边。再等等。你要的花哥来了，哎，走一个。对不起，不然，哎，走。混蛋！现在你去医院处理一下。醒了。喝点水。怎么样了？没事。别担心，马医生说了，头疼不是坏事，是治疗见效的一种反应。刚吃饭的时候，我是感觉想起点什么，但眯了一会儿，又没了。别勉强自己，
该回来的记忆迟早会回来的。马医生说让你今晚留院观察一晚，没事的话，明天早上就可以出院了。你先回去吧，天亮人多眼杂，我自己会把你出院的。好，我去跟马医生说一声。好，去吧。别乱动啊！谢谢啊。不客气。对不起啊，我不知道那帮人是冲我来的，害你这个手刮彩了。我看到你有危险就有条件反射，再来一次也是一样，不足挂齿。都到这个时候了，你还说笑，我真是对你心服口服。我没跟你开玩笑。想想我们在外国第一次偶遇，再到后来慢慢变成最好的朋友，我们到底认识了多少年啊？是啊。儿子，你爸被易华集团逼死了，他就是因为误信了他那个所谓的好友易明德。嘿，你会说中文吗？我是中国人。啊，我刚来这儿想找一份洗碗的工作，你能不能问问你们老板？可以啊，我可以帮你问一下我们店长。我也没想到自己后来会被不染的善良打动。喂，你想什么呢？啊，我在想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，你也是这样出手帮我。好汉不提当年勇。手放下来，受伤了都。说说刚才，我看隔壁那桌不像是不小心，你得罪什么人了？刚才那桌应该是易子鹤的手下。易子鹤暗算你，是因为我吗？不是，是因为陆岑阳。我之前联合陆岑阳给泰勒好看，你弟吧，他忌惮陆岑阳的威胁，他明着不敢动我，选择暗算我。我觉得80%应该是这样。你跟陆岑阳什么时候穿一条裤子？我发誓，我可没有啊！当时是真假泰勒都在中国，我偶然撞见陆岑阳揍泰勒还挺勇的，而且他跟我一样，都想让泰勒为过去的行为付出代价，正好借他之手，可以为你除一口泰勒的恶气嘛，所以我才选择暂时跟他合作。走。你还想包庇他，就因为他是真泰勒吗？我们闯进的是别人的地方，这对你不利，赶紧走。我算是看清你了，人渣的设计只有人渣会用。走啊！我当时以为他赶我走是为了包庇泰勒，原来他是为了保护我。我当时也想去的，我就是去晚了。易子鹤现在暗算你，那接下来很有可能会暗算他。我得去通知他，给他提个醒。哎，你看看你，刚刚还对陆岑阳大发雷霆呢，现在就因为他的滴水之恩你就心软了。你今天受伤了，给他发个短信，良心到位了。不行，万一他要是没看到呢？那你给他打电话呀。我们刚吵过架，他要是在气头上不想接电话怎么办？你的手受伤了，明天才能出院。你也想想我这个死党好不好？不要让我老是担心你。躺下。哎，知道了，听你的。我困了，睡了。好及时的哈欠。你不会是想趁我走了之后偷偷把管溜走吧？天色不早了，明天你还要上班，赶紧走。那你答应我了？嗯。陆岑阳那边我会去说的。嗯。你今天晚上好好休息啊。明天。知道。接你。
那就拜托给你了。放心，治疗这方面我会盯紧的。但是有一点，这记忆一旦恢复，他以前的痛苦和悲伤也会随之而来。你能有把握帮他挺过去吗？无论如何，他对他的人生都有知情权。如果找回记忆，他会面临各种各样的问题，那我一定会跟他一起去面对的。好，我会尽力的。马医生，我这段时间实在是太忙，没时间照顾他，希望你能帮我多多留心。陆晨阳也来看病，我正要找他呢。马医生，这么多年，多谢有你的帮助。虽然过去好长时间了，我觉得也算是慢慢能看到。果然，一子鹤也在暗算陆晨阳。难道他是想曝光陆晨阳的什么隐疾？我得帮他遮掩一下。你放心回去吧。3点钟方向有人偷拍，我帮你迷惑他们，配合我。亲爱的，你看看，人家这可是画设计图的手手。哎呀，所以才带你来医院看的嘛，看完我才放心嘛。痛不痛啊？痛，你心不心疼嘛？我可心疼坏了。偷拍你的应该是一子鹤的人，好在你配合得快，顶多也就被爆一个陆晨阳办公室恋情的料。我一个平平无奇、随时可能被开除的菜鸟，没有话题点，闹不出水花。事关你的名声，这么帮我值吗？你帮我做了泰勒，这次算我还你人情。你手怎么会受伤？我跟齐寻撸串，有人暗算他，我就帮他挡了一灾。手伤的严重吗？我认识医院的主任医生，可以让他帮你看。唉，小伤不打紧，这么晚出现在医院，别是有什么隐疾啊？你少咒我。我是真的怕你有隐疾被爆，才站出来帮你忙的。你是什么时候见到我的？我一进大厅就看见了。然后呢？好在你配合得快，顶多也就被爆一个陆晨阳办公室恋情的料。我一个平平无奇、随时可能被开除的菜鸟，没有话题点，闹不出水花。到家了。啊，谢谢。不然，福利院改建的项目，公司选定了你。姐们儿，你太胡闹
了，怎么能擅自回家？今天还要换纱布呢。你别念了，医院的床我睡不着，马上就去换纱布。不然，福利院改建的项目公司选定了你的。这么重要的事儿，怎么飘天我犯困的时候说啊？陆总，我昨天输了一大袋消炎药，人有点懵。您是不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没吩咐完？您还是茶道发烧友啊？您收的这个茶是今年得奖的茶吧？你还懂茶叶？瞎学过一点。你挺适合喝点茶的，养养性子，别总把别人的话听一半。我回头就喝起来，让自己的性子慢下来。陆总，您要是有什么重要的吩咐，您就说，我保证耐心听完。昨天他睡着了，没问清楚。我问你，昨天你什么时候见的我第一面？在医院大厅有听到我说什么吗？你说的这个，和重要的事情有关系吗？这取决于你怎么回答。我昨天在医院叫你的时候，是我们见的第一面。你好像和一个医生在告别，说了再会什么的。没有别的了。没有。进来。陆总，工程部设计部已经就位了，等你开会讨论开工事宜。好。你再想想有什么要补充的，我开完会跟你说。我没有什么补充的。老板，今天下班这么早啊？你家有浓浓的茶香味儿，怎么有贵客要招待？只是听了老板您的教诲，喝喝茶，让自己的心静下来。要一起喝一杯吗？好啊。随便坐。普洱茶用煮的，你要喝这么浓的吗？我这不是怕困，又错过了什么重要的指示，等一句话等一天呢。倒茶倒挺有模有样的。太浓了。看这毛躁样子，说想把自己性子慢下来，谁信？说话呀！不是陆总，这喝茶聊天，你别光喝茶呀，有想说的话得说。我问你什么时候在医院看到我的，但你说你想不起来什么，我得多给你点时间，让你好好回忆。你想起什么，决定着我跟你说什么。我都已经如实跟你说了，你要是不相信这是你的事儿，我对你的隐疾一点兴趣都没有。这男人大半夜的去看医生，无非就是特别丢人的生理毛病，我怎么可能大嘴巴跟外人说3道4毁你形象呢？而且你为什么非得追根究底呢？我真的要是多知道点什么，丢的是你的人。
跟你聊天真是话不投机半句多。喝饱了。陆总，你最起码把昨天没说完的话说一下。我，你什么情况？一天没吃饭，你茶太浓，低血糖了。什么低血糖？你给我，喂，我初吻。你刚刚我终于知道你为什么一直追问我在医院听见什么了。你去医院是不是因为你老是容易低血糖啊？没有多大的事儿，只是去医院的话要让姚蜜陪你去。万一你要是在没人的地方晕倒，多危险！或者找我陪你去也可以，绝对不能一个人去。这也太甜了吧！哎，我的口味。他能主动提让思琪陪我去医院，看来他真的没听到。对，我就是低血糖犯了，不希望别人知道。另外，我允许你用设计师的身份跟进福利院改建的项目，再让你提前转正，怎么样？好的，老板，你放心，你的影集一定守口如瓶。对了，刘总的事情你知不知道错在哪了？休息好了吗？休息好了的话就回去吧。我这里没有监控，万一你要是遇到了什么危险，晕倒了，我们这里变成凶宅，很冤的。我就算死这儿，这也是我房子。莫名其妙。我的初吻。算了算了，反正都是救人一命的好事，不用在意过程。我要的东西都拿到了吧？和品商确定的改建设计图都在里面，包括所用材料和施工计划都有。知道设计师是谁吗？叫不染，小朋友们都很喜欢他。前几天院长才定下用他的设计图。走，带我最爱的老婆买鞋去。
我们现在已经拿到了福利院改建的图纸，不如趁这个机会好好教训下陆岑阳。楠楠，品上最得意的是设计，咱们制造舆情，干脆把设计师也拉下水好了，更能让品上自乱阵脚。设计图稿是你拿回来的，随你的便。可心，你找媒体向外吹个风，明天让慈善总会、整个行业乃至社会都知道品上管理不善，令设计图稿全部泄露。我允许你用设计师的身份跟进福利院改建的项目，再让你提前转正。老板，出大事了！福利院改建的图纸已经外泄，有传言说是设计师本人传出去的。知道了。巧克力给你备着，饿的时候别落下。你自己留着吧，今天开始给你放假，别去公司了。哎，不是你昨天才让我做项目的，今天怎么就让我停工啊？我已经答应了，不会把你影集到处宣扬，到底是为什么？你给我一句明话呀！福利院的项目出事了，有传是你这个设计师出卖的，你最好别轻举妄动。陆岑阳是我看着长大的，他的能力和对福利院的用心，不用我跟你们慈善总会赘述了吧？现在是出了一点状况，可任何公司都可能发生啊。就算是易华，他也不能一定保证没有一点的疏漏。听说各位打算为品上的福利院改建提供建材，但品上泄露图纸的事闹得沸沸扬扬，各位应该都不想受到牵连吧？正好易华参与的住宅产品要全部精装升级，要用到给各位目录里的特级环保材料。目录里的物料，陆岑阳都找我谈过。华董是要对品上下重手吗？易华以后的项目将大量运用新型建材，必定能带动市场跟风。如果在座的各位愿意跟着易华喝酒吃肉的话，我劝大家尽快囤货。好，麻烦你了，王总。对，情况就是这样。喂，李总，听说您进了一批特级环保建材，我愿意高出市场20个点跟您拿货。您好，我是品上的。这些都是暂时的。好，我等您电话。魏总，不好意思啊，帮不了。谢谢。喂，周总，我和您都是刚刚进入本地市场，不知道您是否愿意为改建福利院出一份力呢？您放心，这里弄，着急了。你们干什么？有没有啊？赶快住手！公司出现了内鬼，他们只是奉命行事。事情我都听说了，传我出卖了自己画的设计图，这么荒诞的传言，你们会有人相信？我给福利院做设计不图回报，怎么会是我呢？你记恨公司招你进来，只是让你在市场部打杂。福利院的改建动工虽然选用了你的设计，但是并没有改善你在公司的处境，所以你就怀恨在心，故意泄露了全部的设计方案，为了让外界笑话品上管理不善。这些都是你的臆想。明明就是他，因为就是他说的，强词夺理。陆总会相信我的。盆景被不染斑过，图里都扒开检查一下，看有没有藏东西，找得仔细点。住手！这图里能藏什么？窃听器吗？杨幂，这会不会太荒诞了一点？从你搬家到陆总对面，事实出现在福利院，你就已经很值得被怀疑了。福利院改建用的是你的设计，全公司只有我和陆总看过全稿，连凯瑞等总监级别的都只看过部分图纸。为了以防万一，不同部门都只有相对应的执行图纸，所以你泄露全图的嫌疑最大。我画那些图纸费了多少心血，
就是想给福利院的孩子们一个理想的家，让他们心心念念的屋子能够顺利改建好。我怎么会做出卖公司、影响改建的事呢？我只是公事公办。如果你真的是被冤枉的，公司自然会还你清白。但如果真的是你，我绝对不会手软。妈，你看看不然的惨样。小然有事儿，你应该先跟他爹说呀。妈呢？我管他要点钱，想给慧云买点营养品。他说上班给我挣去，一早就溜了呗。一敏德，妈可不是让你随口调侃的。你倒挺懂事儿。好，不说了。哎，你不是有小冉的消息吗？拿来给我瞧瞧。看我女儿怎么了，让你那么得意？快点。行。看到没有？你们家不染泄露了福利院图纸，在公司备受排挤。帮我跟他说说，别跟我们作对啊！不然没咱好果子吃。以后别再找小冉的麻烦，你最好把话给我听进去。还挺好吃。知道不然翻不出我的五指山了，忍不了了。我也告诉妈，你一直在故意装废人，妈一定会把你赶出这个家。小崽子，我们早就过了不懂事的年纪，已经是一名父亲了。我能为小冉忍，不代表我不会还手。如果你不知收敛，保不齐你这个位置也做不了几天了。威胁我，等着，我会让不然无路可走。老板，院长那边没什么问题吧？不然的工位什么情况？网上爆料直指不然，调查自然会先冲着他。我昨天才正式通知不然，设计图采用他的，让他跟进施工。他一直都想做福利院的项目，好不容易得到的承认，他开心都来不及，怎么会傻到出卖公司呢？对手的小动作搞得太明显了，你们不去追查背后使坏人的证据，在这里针对不然，这很不明智。老板，现在在时间上对我们很不利，对手是谁？不就是易家吗？我们何不反利用不然？查不然只是走个形式，等我们之后爆出他是易家人的身份，那么设计稿的泄露就是易华不正当的竞争行为，舆情很快就会倒戈。牺牲一名新进职员，让易华搬石头砸自己的脚，怎么看都不亏。我不同意，我不同意为了自己的私心，利用和陷害一个无辜的人。找人给不然换把椅子。老板，现在我们不光在建材上被人暗算，在舆情上也陷入被动。
如果继续让易华操纵舆论的话，我们不光会失去福利院的改建资格，更会让您多年经营起来的品牌形象被踩在脚下。牺牲不染是最快的化解危机的办法。不然去哪了？老板，我们不能心软。谢谢李师傅。不担心自己的处境，倒有闲工夫在这种花。盆景无辜，我不忍心看他活了这么多年，因为一桩冤案赔了性命。你以前遇到点事情就会炸毛，这次倒很淡定。怎么，怕被人看出内心的不安，只能对植物施展善意了？我跟你说了那么多话，你好歹听进去几句。烫伤膏记得用，把你的手照顾好。土都进纱布了。您品上的安保和行政是美剧看多了吗？怀疑我装窃听器，我装也要装在你家里，用你打呼噜的声音毁了你今日人生，才更有成就感吧。我心里的确很不安，担心盆景因我而冤死，担心福利院的孩子们心愿打折。我最担心你压力太大，不好和院长交代。担心我，是真心的吗？我不应该是你心里咒骂的那个黑心老板吗？你也太有自知之明了吧？那你来关心我干什么？是想在公司开除我之前让我放弃抵抗，配合公司吗？别冒充我肚子里的蛔虫。恶不恶心？不过你放心好了，如果你真的要开除我，我也不会拉横幅喊冤的。我只是需要一点时间，最起码是让我和你一起度过眼前的这个难关。因为我和福利院的孩子有过约定，不想什么都不做，不明不白的就离开平上。你如果继续留在平上，只会遭受更多的白眼和质疑。我问过设计部的前辈，他说只要帮公司解决福利院改建需要的物料，目前所有的难题都会迎刃而解。你给我刘总的联系方式，我去求他，别管是给他儿子设计婚房，还是给他的宠物设计房子，我都能做到。这就是你想的好办法。聪明不过3秒，你给我记住，你只不过是个菜鸟，轮不着你为我出头。我踩到你尾巴了吗？你干嘛突然这么凶啊？我不就要一个刘总的联系方式吗？上次也是莫名其妙惹了他，我去跟他道个歉，顺便说服他给我们提供建材，这样不是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吗？你给我听好了，我不允许你去找刘总，以后在路上见到他都给我绕着走。从今天起，给你带薪休假，把手养好，你不添麻烦就是最大的帮忙。你让我带薪休假？你没有怀疑过是我泄露了设计图纸吗？废话，就你那屁大点本事，哪能搅动那么多媒体给品上下黑料？盆景种好了，你自己搬下去吧。我是老板，我为什么要搬？我没吃过午饭，哪来的力气搬啊？你的力气都用来顶嘴了。哪盆啊？这一盆。
跟上。大哥不染都不省心，你这心病好得了吗？我听子鹤说，上次碰见大哥和陆岑阳说什么结亲，大哥是要指望不染彻底倒戈了。你们不是希望妈跟敏德彻底翻脸吗？你想让敏才跟子鹤接班，正好少了妨碍。对付你们一家都不用劳烦妈，不管你们心里在打什么算盘，不染都是没希望的。有没有关注新闻啊？不染毛毛躁躁泄露了图纸，陆岑阳麻烦可不小呢。我猜他现在应该对不染恨之入骨吧。明明心里紧张的要命，不用装作若无其事。以后这样的好事，我们还是会想着不染的。第一次见到干了坏事自己承认的。多亏你们两口子坦诚的明示，我才知道冲着小冉的案件是谁设计的。大哥，可惜子鹤干了不少不光彩的事，我掌握了一些证据。对证据感兴趣的话，你能不能告诉我，是哪位建材商巴结一华最积极？想当年和刘总一起跑工地，夏天吊汽水，冬天喝黄酒，意气风发。这7、8年不见了，兄弟状态不错呀。哎呦，明德兄说笑了。这2年钱不好挣，兄弟我整天盯着苦着，看着公司的那点利润，哎呦，人都老了。明德兄将来要是回归一华的话，多多照顾照顾兄弟啊。说句真心话，这些年呢，一直跟着一华干，没饿死，可是呢，也跟饿死差不多了。这不是前面有我那个弟弟和侄子挡着吗？他们为了对付品上，把建材商都整合起来，要在董事长面前立大功。但是他们几次在陆岑阳面前栽跟头，一点不记教训，还以为品上那边福利院改建图纸泄露，他们稳赢了。我准备黄雀在后，跟他们斗一斗。刘总，你会站在我这边吗？你消息倒是灵通，谁跟你说我休假了？还特意接我来捞伙计。到了你就知道了。哎呦，敏德兄啊，这话说的就见外了，我当然是站在你这边了。这敏才和可心买了那么多的通稿，非说人家设计师泄露了图纸，设计师马上就要因为福利院改建而扬名，干嘛非要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？这么多年了，整人还是老一套。哎，你说我利用这个点去制止他们如何？敏德兄啊，别草率了。我去过品上，我看那个陆岑阳对那个女设计师挺限制的。硬要这么说的话，那就是女设计师不服公司的打压，出卖公司，玉石俱焚。这样就说得通了。何以见得？哎呦，我是看那个女设计师这小姑娘挺会来事儿的，就想给她个机会。就跟陆岑阳说了，让不染下班以后，我请她去吃个饭，喝点小酒。哎，那陆岑阳当时就拉下脸拒绝我，好像我抢他们家东西似的，真是。你
看人家设计师长得漂亮，打人家主意了吧？嗨，只要姑娘愿意，咱又不会亏待人家。哼，那个陆岑阳真是不识抬举啊！你说这拿员工换合作机会啊，他都不答应，活该被人设计。原来陆岑阳在刘总面前凶我，是在保护我。陆岑阳心思缜密，公司管理有方，能泄露机密的，起码是他的左膀右臂。我不相信子赫有这个能耐，收买品上的主要管理层。易子赫的本事呢，只是泡妞。明德兄，我只能提醒你到这里了。多谢兄弟，我们以咖啡代酒，干一个。来，干！激动了，激动了！我也是吧，兄弟。你看，哎，没事没事。那我就先走了，回去换个衣服。好好好。哎呀，我不忽悠刘总一套套行云流水，临走前还不忘修理他一把，厉害。我看到他要打小冉的主意，心里当然不爽。以后我再跟他算总账。欧巴，干嘛？感动你印象当中的老爸回来了？小傻瓜，你可是我的翻版，你这么不肯服输，我怎么能自暴自弃呢？我原本想着把这酒鬼的角色演到底，让奶奶对我们的不满都吸引到我身上来，但我现在要再不出手，怕你会被动。这手伤得重吗？小伤，都快好了。听你的意思，我的一举一动你都清楚。对不起啊，女儿，是老爸的错，才会让你这样一路战战兢兢的。但看着我闺女越挫越勇，老爸心里很欣慰。等我成为更优秀的空间设计师，你会比现在更欣慰的。那是自然。哎，你们赶紧去查清楚，易子赫是从谁手里拿到的图纸，找到人证，舆情一转，你和品上的麻烦会不攻自破。易子赫是通过泡妞拿到的设计图，图纸是福利院院长前不久才定的，这人会不会出在福利院长？